心机妹妹不小心打碎了父亲的名贵玉石雕像，母亲见她闯了大祸，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决定把这一切推在妓女身上。毫不知情的沈长清看到她在找东西，主动上前帮忙寻找，心机妹妹则趁机将她绊倒。怎么了？这是谁干的？啊？谁干的？雷森呐，这都是佳慧。母女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让人觉得这就是长青的错。而单纯的长青并没有多想，主动向父亲承认错误。长青根本不会想到，他叫了多年的阿姨和姐姐会这么算计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他们母子俩竟是父亲的老相好和私生女。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只是告诉他，丁阿姨是母亲的朋友，从此他们便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么多年，丁雅琴一直想转正，但长青的父亲潘伟森因为是上门女婿，所以在公司里他的地位都不如长青，更没办法在这个时候把丁雅琴娶进门。然而丁雅琴却不是个善茬，她很明白，只要有长青在的一天，她和女儿佳慧就永远见不得光。长期的相处下，她知道长青身体一直不太好，于是特意去医院打听。对了，大夫啊，晚上睡觉老是冒虚汗，是怎么回事啊？好，我来给你把把脉吧。哦，不是我，是我女儿，她的身体啊比较虚弱。您说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忌讳的地方？这种体质要是吃海鲜呢，要特别注意，虾和维生素 C 呢是不能同时食用的。那还有什么东西和海鲜在一起吃是对身体的危害要特别大的呢？和橙汁啊、南瓜一起吃的时候，偶尔吃一点呢，倒也没什么。但如果长期的食用啊，那对人体的健康很有危害的。为了彻底击垮长青的身体，他便在长青的食物里动了手脚，导致长青的身体越来越差。接着他买了很多螃蟹给长青补身体，假意关心，实则心怀不轨。阿姨，你对我真是太好了，谢谢。长青真乖，好好吃啊。郑长青，你可不要怪我。这天，长青被父亲拉着出来相亲，佳慧一直暗恋着长青的相亲对象。为了破坏这次相亲，吃饭时他借口去洗手间离开餐桌，然后趁服务员不注意，在长青的果汁里加了花生粉。结果等长青去洗手间时，身体突然不舒服，直接昏迷了过去。等众人赶到医院后，长青却已经离开了人世。醒醒啊，长青，你睁开眼睛看看爸爸。长青，潘先生，我们尽力了。医生，怎么会这样呢？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了？沈小姐是过敏体质，又接触过敏源，导致心脏骤停。该用的抢救措施我们都用了，但无济于事。什么？父亲伤心地给去世的女儿盖上白布。然而就在他离开以后，女儿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就在这时，继母和妹妹慌张地来到病房。妹妹害怕地说自己杀人了。她身体已经很虚弱，你只要让她喝上超浓缩的橙汁就可以了。可现在怎么会是这样？我怕浓缩橙汁不起作用，又加了一点花生粉。醒过来的长青听到两人的对话，这才知道原来这些年他们一直在算计自己。而两人接下来说的话让他更加的难以置信。她是过敏死的，是他的亲生女儿。他已经死了一个女儿，他不会让另外一个女儿也打进去。丁佳慧是爸爸的亲生女儿。丁雅琴来到病床前，并且说出自己当年在她妈妈生病时气死她妈妈的事。我是在她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告诉她我和韦森的关系，她这么中用，也一病就死了。长青得知是他害死了自己的妈妈，心里的怨气更加重了。他生气地握紧拳头，发誓一定要让他们两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时他的父亲潘伟森来到病房，看到两人慌慌张张的，询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丁雅琴见事情瞒不住了，只好坦白了他们所做的事情。潘伟森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狠心，气愤地将两人大骂了一顿。长青本以为父亲会为自己讨回公道，不曾想父亲在丁雅琴的苦苦哀求下，瞬间把他这个女儿抛之脑后。你放心，我只有佳慧这么一个女儿了，就算拼了命，我也会护她周全的。爸爸，对你来说我算什么？妈妈算什么？等众人离开后，长青艰难地从病床上爬起来，想到丁雅琴和父亲刚才说的话，心里无比的痛苦。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替自己和母亲讨回公道。继母得知长青醒了过来，吓得魂都没了。而长青为了完成复仇计划，则故意在他们面前假装失忆，目的就是为了想办法将那对恶毒的母女赶出家门。妈妈呢？我妈妈呢？你都忘记了？你妈妈早就过世了。你这个坏
是该澄清，澄清，因为是我妈妈过世。我告诉你，就算是我妈妈过世了，你也不要想当我的后妈。现在家里他唯一能信任的人，就是看着他长大的容妈。他便趁容妈给他送饭时，把自己假装失忆和丁家母女做的事全部告诉了容妈。容妈听后震惊不已，表示不管他做什么决定，一定会帮助他的。长青出院回到家，故意装作一副任性大小姐的样子，处处刁难两人，还动手打了佳慧一巴掌。丁雅琴看到女儿受委屈，却只能劝她隐忍，自己忍辱负重这么多年，一定不能前功尽弃。妈妈只要一天没有和你爸爸结婚，咱们暂时就得忍着。佳慧，得沉得住气啊！60岁的女人拿出怀孕报告，告诉男友自己怀孕了，想要男友给自己一个名分。见男友不相信，她便故意装作胃不舒服，拿起话梅吃了起来。我就知道你会怀疑我，那就算了，反正这个孩子你也不想要，明天我就去医院把孩子打掉。潘伟森好不容易老来得子，怎么可能舍得打掉孩子？可是他现在却身不由己，如果让公司的人知道了，那他这个上门女婿在沈氏集团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多年的心血也将毁于一旦。就在他犹豫不决时，佳慧跑来跪在地上请求父亲接受弟弟。爸爸，我知道大人的事我不应该管，可是妈妈肚子里怀的是我的亲弟弟，你的亲骨肉啊！晚上丁雅琴又在潘伟森身边吹耳边风，说这么些年自己一直没有名分，但从无怨言。可他不想儿子像佳慧一样见不得光，最终潘伟森心软了，为了儿子决定和丁雅琴结婚。可当他把这件事告诉女儿长青后，却遭到了长青的强烈反对。我告诉你，这个家的女主人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妈妈沈亦如。丁雅琴见状又演起戏来，假装肚子不舒服。一旁的佳慧赶忙从中挑拨，说一定是被长青气得动了胎气。听到丁雅琴怀孕了，长青一脸的难以置信。潘伟森担心自己的儿子出问题，赶紧让下人去找医院来给丁雅琴做检查。丁雅琴吓坏了，支支吾吾的赶忙阻止，说自己现在没事了，要是不放心的话，等吃完饭自己就去医院检查。他的反常让长青起了疑心，于是在吃饭时一改之前的态度，向丁雅琴道歉，并且提出陪她去医院。长青的身体也不太好，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长青见他不肯让自己陪同，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随后他见丁雅琴出门了，于是偷偷跟踪她来到医院，听到了医生和丁雅琴的谈话，得知继母竟然利用假怀孕欺骗父亲。他决定找准机会揭穿继母的真面目。这天他陪继母一起参加重要晚宴，继母为了盖过他的风头，特意选了一件皮草。长青好心提醒他，今晚参加的是慈善晚宴，穿的简单点比较好。妈，你别听他们的，现在的明星都这么搭配。我觉得你配这个皮草特别好看。这时长青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千叮万嘱，让他一定要照顾好怀孕的丁阿姨。长青顺势说道，要不就不要让她参加了，万一动了胎气可不好。丁雅琴一听这怎么行，赶紧抢过长青的手机。喂，佳慧陪我一起去，她会照顾我的。三人来到会场，对比其他的阔太太，丁雅琴像极了暴发户，俗不可耐，而她自然也成了大家嘲笑的对象。这换的是我啊，就有多远躲多远，省得跟着他们丢人。到了拍卖环节，主持人拿出丁雅琴捐赠的钻石耳环进行拍卖。丁雅琴本来打算以20万的价格拍回来，没想到一直有人加价。丁女士，你还加吗？而她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长青找朋友给她做的局，目的就是为了让她当众出丑。丁雅琴怕失面子，只得硬着头皮以高价拍了下来。长青见计划得逞，嘴角扬起笑容。果然，比丁雅琴更要面子的潘伟森，在得知此事后，气得肺都要炸了。丁雅琴知道自己闯祸了，吓得不敢回家，便和女儿商量，回去后必须制造自己意外流产的假象。你记住了，一定要找机会和长青打起来。只有让长青背黑锅，潘伟森就不会因为耳环的事责骂自己了，也可以完美隐瞒假怀孕一事。回家后，佳慧故意在父亲面前用言语激怒长青，两人就这样打了起来。拉扯中，丁雅琴假装摔倒在地，丁雅琴痛苦地表示要立即去医院找自己的主治医生。长青早知道他会唱这一出，于是提前把爷爷以前的私人医生叫来家里，让他帮忙查看病情。这可把恶毒的母女俩吓坏了，死活不让医生靠近。医生上前帮他把脉，他情绪激动地反抗，生怕露出马脚，结果争执中藏在他身上的血袋掉了出来。潘伟森捡起地上的血袋，瞬间明白了一切。病人，有把输血袋藏在身上的病人吗？拜金女发现自己怀孕了，心情十分郁闷。她还没玩够，不想被孩子束缚，于是生气地给男友打去电话。赵一，我根本就不爱你，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男友一脸蒙圈，
突然的分手让他一时难以接受，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母亲看到儿子为了一个女人这么作践自己，心疼不已。他一直不看好他们之间的感情，于是特意将佳慧约了出来，希望他不要再和自己儿子来往。佳慧巴不得赵毅不要再纠缠自己了，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后，便起身离开。结果刚走没2步，就听到赵母给他同父异母的姐姐长青打电话，他对长青恨之入骨，恨长青是人人羡慕的千金大小姐，而自己虽然和她是姐妹，但是自己只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他觉得很不公平，一心想抢走属于长青的一切，于是立马转变态度。昨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好，是我太任性，耍小孩子脾气，伤害了赵毅。这时他看到赵毅找了过来，故意说起自己怀孕的事情。赵毅听到后高兴坏了，这让赵母更加觉得他有心机，不但没有因为孩子答应他们在一起，还用断绝母子关系为由，让赵毅必须和他分手。好在赵毅是真的爱佳慧，他向佳慧承诺，如果母亲不同意，自己也会偷偷和她结婚的。赵毅天真的以为佳慧真的爱自己，殊不知这份爱在不久后会让他家破人亡。佳慧心事重重的回到家，母亲询问后得知她怀孕了，想要知道她打算怎么办。佳慧说当初和赵毅在一起就是为了和长青较劲，现在她才明白自己不爱赵毅，如果真的和赵毅结婚了，一定会后悔的。母亲却劝她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只要你嫁进赵家，我说赵家家境显赫，能帮你不少。佳慧觉得母亲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找到长青，把怀孕的事告诉了他，然后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请求长青帮忙说服赵母。长青一直把赵毅当作好朋友，他深知佳慧的为人，所以并不赞同他和赵毅在一起。看在这个无辜的孩子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吧。在佳慧的软硬兼施下，长青终于答应帮忙，却不知自己的善良会害了赵毅。随后他来到赵家，劝说赵阿姨同意他们的婚事，毕竟佳慧已经怀了赵家的孙子。最终赵母勉强同意了。很快佳慧和赵毅就举办了订婚仪式。佳慧本以为自己找到了靠山，不曾想订婚还没几天，赵家就破产了。这天他拿着赵毅的卡去买房，幻想着自己以后的阔太太生活，结果却被工作人员告知这张卡无法使用。是不是你们系统出问题了？我们的系统是正常的，刚刚还交易了一套房子，要不您打电话给银行问问。他赶忙给银行打去电话，在得知卡已经被冻结，整个人都懵了，而他立马就翻脸不认人，不但要打掉肚里的孩子，还让父亲出面取消婚约，可是父亲却不同意。现在赵家败落了，我们马上跟人家一刀两断，别人会怎么说我们？佳慧见父亲只为自己打算，知道靠人不如靠己，决定亲自解决掉这件事。随后他便偷偷去医院打掉了孩子。与此同时，赵父因为公司破产一病不起，这时候却只有长青惦记着赵家，佳慧却一直没有出现，这让赵母心里十分不痛快。真不像有些女人，都什么时候了，连你影子都看不到。没办法，赵毅只好在公司堵住佳慧，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佳慧绝情地说他们已经结束了，让赵毅不要再纠缠自己。孩子呢？就你这么个窝囊废留的种，难道让我一辈子被耻笑吗？赵毅没想到他这么绝情，伤心地来到楼顶想要寻短见，好在长青及时赶来，一番劝说才让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长青回到家，气愤地冲进佳慧的房间，直接扇了她2巴掌。这么蛇蝎心肠的女人他还是第一次见，长青实在忍无可忍，便跟她打了起来。家人闻讯赶来拉开了2人。丁佳慧，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的。第二天，佳慧刚来到公司，就接到了赵父的电话。赵父想让她来医院见自己一面，说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她。佳慧本不想再搭理赵家的人，可一想到赵父也许有什么传家宝给自己，便立即答应下来。赵父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于是拿起摄像机给未出生的孙子拍了一段视频。见佳慧来了，便顺手将摄像机放在了桌子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长命锁，说自己现在没什么可以留给孙子了，希望这个锁能保孙子平安。佳慧脸色瞬间就变了，我跟赵毅已经分手了，孩子我也打掉了，我丁佳慧不可能过穷困潦倒的生活。佳慧扔下长命锁，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病房。赵父没想到她这么狠心，气急攻心，当场去世。等赵母来到医院，看到的却是丈夫冰冷的尸体。老公！办完丈夫的身后事，赵母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说赵先生生前有一台摄像机遗留在了医院。赵母拿到摄像机后，把视频拿给长青看。长青看后非常生气，这件事他管定了，一定要让那个恶毒的女人付出代价。今天是潘伟森的生日宴，佳慧和母亲开心地陪在他身边，并且特意上台为父亲送上祝福。公司为潘伟森准备了10年带来的成就短片，结果播放的竟是佳慧在赵父病房的视频。女人惊恐地看到自己气死未婚夫父亲的视频出现在大屏幕上，
此刻她还想试图掩盖罪行，没想到钱婆婆突然出现，当众揭穿了她丑恶的嘴脸。订完婚，何时就遇上了危机？他二话没说就是打掉了孩子，逼赵姨退婚。是你气死了赵姨的爸爸！众人听后震惊不已，纷纷指责她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女儿在自己的生日宴上闹出这么大的事，潘伟森觉得丢尽脸面，气得血压飙升。等回到家后，他怒气冲天地给了佳慧一巴掌，没想到自己养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女儿，竟然敢做出伤天害理的事。丁雅琴把视频的事推给继女，试图转移潘伟森的注意力。潘伟森觉得他的怀疑并无道理，表示自己一定会查清楚的。原来常青为了替赵伯伯报仇，故意放出佳慧和赵伯伯在医院的视频，好让父亲把他们母女俩赶出门。虽然潘伟森也怀疑是常青做的，但佳慧这次实在太过分了，他无法容忍佳慧再这样胡闹下去，坚持要将她赶出门。随后潘伟森让保姆收拾好佳慧的东西，让她立刻搬出去。佳慧见父亲动真格了，吓得要死。丁雅琴赶忙在一旁劝说，佳慧毕竟是他的亲生女儿，就不能再给她一次机会吗？可不管他说什么，都没能动摇潘伟森的决定。赶紧的，帮他把东西收拾好，给我全都拿下去！爸，不要，我不要走！出去，必须走！争吵越来越凶，丁雅琴因为情绪太过激动，当场晕了过去。送到医院检查后，才得知丁雅琴已经怀孕了。潘伟森老来得子高兴不已，瞬间把之前的不愉快抛之脑后，而两人也因突然到来的孩子再次站稳了脚跟。常青得知丁雅琴怀孕了，十分吃惊。哎呀，没想到你爸爸这么在乎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好不容易要将他们赶出门了，结果她竟然怀孕了，真是世事难料。而常青在这个家的日子也将不好过了。丁雅琴仗着自己怀孕，处处与常青作对。你怎么了？没事。他刚才想把我推下楼。保姆无意间听到姑爷的醉话，得知大小姐竟然不是她的亲生女儿，她立马跑去外地找大小姐。可还没等她开口，心脏病就发作了。救护车上，她艰难地说出了一切。你的生父是欧海呀，欧叔叔。原来20年前，常青的母亲在结婚前因为一次醉酒，和青梅竹马欧海洋在一起了。而潘伟森为了入赘豪门，故意把两人分开。后来他和常青的母亲结婚了，他明知道常青不是自己的女儿，但为了巩固在沈家的地位，便一直装作不知情。常青得知真相如遭雷击，然而就在他送容妈去医院的途中，却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而这一切正是潘伟森所为。他从保姆口中得知，容妈偷听到了自己说的话，并且已经见到了常青，担心常青威胁到自己在公司的地位，于是便痛下杀手。很快，常青出车祸去世的消息被大家知晓，潘伟森立马就想侵吞公司。然而让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富二代金瑞恰巧目睹了车祸的经过，于是救下了常青。常青因为眼部受伤，并不知道救他的人就是一直暗恋他的金瑞。金瑞见他不吃不喝，很是心疼。此刻常青犹如行尸走肉，因为爱他的人全部都死了，而他明知道这一切都是潘伟森所为，却什么都做不了。几个月后，常青的伤已经痊愈，他终于振作了起来，发誓一定要让潘伟森付出惨痛的代价，还有害死自己母亲的丁雅琴，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任何人。今天是沈氏集团房地产项目的启动仪式，常青不在的这段时间，潘伟森在公司的势力越来越大，而这次他便要把沈氏一直赞助的儿童之家变成繁华兴旺的商业区。就在这时，常青突然出现。我反对。爸爸，我回来了。死而复生的千金小姐突然出现，众人无不震惊，而父亲更多的却是害怕，因为他知道常青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从他手里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爸爸，笑一下，我回来了，难道你不高兴吗？以前那个懦弱单纯的常青已不复存在，现在的他一心只想复仇，让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回到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继母宣誓主权。这宅子是我外公留给我的，说起来你们只不过是借住这里而已。接着他告诉大家，助理珍珍以后会住在家里，而珍珍正是丁雅琴之前安排在他身边的眼线。常青识破后，便用钱收买了他，让他为自己所用。丁雅琴自然不愿意把珍珍留在家里，我高兴让谁住就让谁住，我不高兴让谁住，他就得立马给我搬出去。而他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正式进入沈氏，从潘伟森手里夺回公司的主导权，并且专门举办了盛大的酒会，让商界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才是沈氏的继承人。酒会上，他看到珍珍在和潘伟森聊天，从珍珍的眼神里，他似乎看出了什么。这时一直暗恋他的金瑞过来邀请他跳舞。常青得知他入股沈氏，询问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因为在他心里，金瑞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金瑞这样做都是为了帮他。半年前救他的人也是金瑞，而金瑞也将成为他夺回沈氏的关键人物。接下来，常青每天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在公司里和潘伟森明争暗斗。金瑞一直默默守护着他。倔娘子，明明知道你的方面，却不敢开口，连好脸色都不给我。他知道常青现在只想复仇，对自己没有一点儿女之情，他很失落，不知该怎么处理这段感情。也许真正爱一个人，只要看到他幸福就够了。女孩把闺蜜介绍给父亲认识，父亲看着美艳动人的闺蜜，眼睛都直了。殊不知这是女儿给他下的圈套。原来常青早已知道他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为了替死去的母亲报仇，他便故意让珍珍住在家里，并且让保姆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果然，贪慕虚荣的珍珍很快就不安分了。潘先生，天气这么热，我特意泡了一壶清热解毒的花茶，给您消消暑。等常青回到家，保姆赶忙跑来告诉他，珍珍在老爷房间待了几个小时，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常青会心一笑，随后他找到珍珍，故意表现得十分生气，质问他和自己父亲到底怎么回事。珍珍见瞒不住了，只好告诉常青他们在一起了。常青难掩笑容地说道：“珍珍一边是我最好的朋友，一边是我爸爸，不是，这简直是太可笑了。”珍珍哭哭啼啼地请求常青千万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要是被丁雅琴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接着常青故意吓唬他，让他一定要尽早为自己打算。丁雅琴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毕竟已经生了2个孩子。珍珍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决定主动出击。他找到潘伟森，说自己不愿意再这样下去，想让潘伟森给自己一个名分。放心吧，会有这么一天的。1个月后，常青见时机成熟，让保姆故意把潘伟森的袜子拿给丁雅琴，说是在珍珍房间捡到的。丁雅琴听后气得肺都要炸了，立马跑去珍珍的房间寻找证据。看着珍珍一堆的名贵首饰，他知道一定是潘伟森买的，强压着心中的怒火给珍珍打去电话。等珍珍回来后，他愤怒地打了珍珍一巴掌，然后掐住她的脖子，大骂她不要脸。珍珍奋力地挣扎开，理直气壮地表示，她这个半拉徐娘凭什么和自己斗？说着说着，2人又厮打在一起。珍珍一把将他推倒，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对谁都好。就在这时，潘伟森从外面回来。伟森，不是我！你立刻给我收拾东西，今天就给我搬出去！闺蜜告诉女孩自己怀了她父亲的孩子，女孩不但没有生气，还帮她安排了住处，让她安心在这里养胎，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等你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算他不想承认，也没有办法了。珍珍很感激常青为自己做的一切，却不知常青之所以让她把孩子生下来，是为了和害死自己母亲的丁雅琴对抗。这时的丁雅琴正在为珍珍的事和潘伟森闹得不可开交，明明是潘伟森的错，潘伟森却理直气壮地说：“你有什么资格管我？要是不想要了，随时可以走。”此刻丁雅琴终于明白了，自己在潘伟森心里什么都不是，她很心寒，看来是时候要为自己做打算了。潘伟森为了自己的名誉，不想丁雅琴把这件事搞得人尽皆知，无奈只好召开了记者发布会，向媒体宣布了自己和丁雅琴的关系，想以此安抚丁雅琴的情绪。结果却收到常青派人送来的孕检单。丁雅琴看后十分生气，差点就和潘伟森吵起来。潘伟森赶忙拦住，然后找借口离开了记者会。出去后，丁雅琴愤怒地质问潘伟森到底怎么回事。潘伟森也不知道会这样，只想快点逃离这个地方。气头上的丁雅琴情绪越发激动，丁雅琴怎会允许别人抢走自己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切？打听到珍珍的住处后，便怒火中烧地找上门。珍珍看到他吓坏了，让他离开这里，结果却被丁雅琴推倒，撞到了肚子。他赶紧拿起手机给潘伟森打去电话。丁雅琴见状，将手机摔在地上，但还是接通了。潘伟森在电话那头听到丁雅琴大骂珍珍的声音，焦急地赶了过来。丁雅琴害怕被潘伟森责骂，赶忙在一旁煽风点火。你忘了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我们做了什么？你看看，你居然敢背叛我！哼！这是什么？今天下午，有人把这些东西在记者招待会上交给我，你到底想干什么？一定是沈长青，是沈长青为我去做的检查。长期遭到父亲和继母虐待的千金小姐，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我没有你这个女儿，你给我滚！给我滚！长青早已知道他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于是警告他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这个家，他姓沈，他不姓潘，你凭什么让我管？然而让长青万万不会想到，刚才2人是故意激怒他的，好拍下他大逆不道的证据。都拍下来了，拍下来了，特别清楚。原来就在昨天，长青在潘伟森的记者招待会上，派人把珍珍的孕检单送了过去。
导致潘伟森在媒体面前丢尽脸面。后来潘伟森从真真口中得知，是常青在背后搞的鬼，一定是沈长清，是沈长清陪我去做的检查，海森。潘伟森没想到常青的城府变得这么深，害怕常青威胁到自己在公司的地位，于是故意激怒常青，把他目无尊长的视频放在了网上。沈氏因此业绩大滑。现在可是常青竞选总经理的关键时期，董事们纷纷站出来反对。潘伟森见计划得逞，心里暗自窃喜，却不知常青已经想好了应对办法，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常青回到家，霸气地把他们所有的罪行全部说了出来。我妈妈对你那么好，把自己的股权全都转移到你的名下，可是你呢？你却那样的伤害她。还有你，明明知道我对花生过敏，还故意让我喝了加了花生粉的橙汁，差一点让我没命。几人没想到常青早已知道了一切，怪不得他要处处与他们作对。常青表示他们做了那么多天理不容的事情，早晚要遭报应的。潘伟森听后恼羞成怒，打了常青一个耳光，却不知常青提前安排了记者在门外，等到关键时刻，记者们蜂拥而上，采访潘伟森是不是在对大小姐施暴。潘伟森猜出是常青设的局，要将记者们撵出去。住手！我只不过是回来问问，想讨个公道，你们却把我打成这样。这时常青看到一旁的保姆在偷拍，于是叫过来询问是谁安排的。保姆哪里见过这场面，吓得立马就招了。是他们合伙起来欺负小姐、激怒小姐，小姐忍无可忍，才动手打人的。潘伟森在媒体面前丢尽脸面，对常青厌恶到了极点。等记者离开后，他气愤地冲进常青的房间，决定收拾她这个不孝女，却看到常青用剪刀对着自己。我居然叫了一个衣冠禽兽20几年的爸爸！女孩叫了20几年的父亲，竟然是害死她亲生父母的仇人。此刻常青再也不想装下去，正式向潘伟森宣战。潘伟森见常青知道了一切，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知道常青很在乎父母的名誉，不想父母死了还要遭到大家唾弃。他也知道常青根本没有证据。潘伟森，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我也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可是要扳倒混迹商界多年的潘伟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就在他绝望之际，发现丁雅琴偷偷摸摸在打电话，直觉告诉他这里面一定有事，于是让好朋友跟踪他，拍下了他经常和一个男人见面，但是却看不到男人的样貌。不过这些照片也足够吓丁雅琴了。与此同时，潘伟森和丁雅琴商量着怎么搞臭常青的名声，好让他在公司里失去威望。最后两人决定把常青以前在酒吧买醉的照片散播到网上。结果保姆在给丁雅琴收拾房间时，在桌子上看到了常青的那些照片。保姆早已被常青收买，立即把照片拿给了常青。这些照片都是在丁女士房间里发现的。常青手里同样有丁雅琴的把柄，所以他并不害怕。天一亮便拿着照片找到丁雅琴。丁雅琴看到照片吓了一大跳，要是被潘伟森知道了，自己就死定了。没办法，丁雅琴只好从常青手里换回了自己的那些照片。然而他却低估了常青复仇的心。当常青得知潘伟森和丁雅琴合伙害死了真真肚子里的孩子，他便又想到了一计，派人把剩下的照片给了真真。丁雅琴，你总算落到我的手上了。女孩为了替腹中死去的孩子报仇，把害死她孩子的恶毒女人和男人约会的照片放在了网上。我的孩子不能白死，我要让你身败名裂。很快这件事便被潘伟森知晓，潘伟森恼羞成怒，狠狠地将丁雅琴教训了一顿。一旁的佳慧眼看母亲就要喘不上气来，情急之下举起花瓶，狠狠地砸在潘伟森头上。母女俩见闯了大祸，吓得不知所措。丁雅琴咎由自取，却害惨了女儿。潘伟森醒来后，从助理口中得知丁雅琴不见了，让他务必把丁雅琴找出来。至于佳慧这个不孝的女儿，现在就去把她赶出公司。我马上去吧。佳慧还想去公司上班，结果却被助理直接拦在了门外，并且让保安把她的东西拿了出来。得知是父亲下达的命令，佳慧赶忙跑去医院，跪在地上请求父亲的原谅。人呢？把他给我赶出去！我是你的亲女儿，爸，你不能赶我走。就这样，真真一下子解决掉了2个大麻烦。为了彻底将丁雅琴推入深渊，她只好委曲求全，假装还爱着潘伟森，成功说服他让自己搬进家里住。一进门，他就当起了后妈，替丁雅琴照顾幼小的孩子，而他自然不会真心对待仇人的孩子。不光如此，他还要利用孩子彻底击垮丁雅琴。他知道潘伟森最大的敌人就是沈长青，有长青在公司的一天，他就没办法掌控沈氏，于是故意在他面前煽风点火。见潘伟森听进去自己的话了，他便趁热打铁给潘伟森出了个主意，找机会除掉长青，但是必须要有他儿子玉龙帮忙。一开始潘伟森并不愿意这样做，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可是长青在公司里处处与他作对，而他也越来越没有话语权了。
俗话又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最终潘伟森一狠心，买通杀手决定除掉常青。这边常青突然接到了玉龙老师的电话，说是玉龙在学校和同学打架，玉龙的父母都联系不上，所以只能找他这个姐姐了。善良的常青没有多想，焦急地赶到学校，处理完玉龙的事，正准备带他回家，就被人迷晕了过去。女人无意间听到前夫和女友的对话，得知两人竟然策划绑架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没想到两人会这么丧心病狂，于是气愤地冲进去给了珍珍一巴掌。这个蛇蝎女人，我跟她拼了！原来潘伟森为了除掉处处与他作对的常青，在珍珍的怂恿下，不惜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让常青放下戒备，把他们绑到了一处偏僻的仓库，同时也降低了自己的嫌疑。事后潘伟森则装出一副担心的模样，焦急地询问出了什么事。常青的朋友说，都怪他的女儿和女友。为了把戏演得真一点，潘伟森生气地打了珍珍一巴掌。丁瑞只关心常青的安危，不想听他们废话，让他们不要吵了。既然是绑架，那绑匪无非就是求财，所以他们一定会打来电话的。潘伟森听后，便单独和珍珍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殊不知珍珍之所以怂恿他绑架玉龙，就是为了替自己死去的儿子报仇。潘伟森、丁雅琴，你们害了我的儿子，我也不会让你们的儿子得到好报。接着潘伟森告诉大家，绑匪已经打过电话了，要8000万的赎金。金瑞询问他有没有察觉到什么，潘伟森担心露出马脚，赶忙假惺惺地哭着为儿子担心。但金瑞还是觉得此次的绑架很蹊跷，像是提前预谋好的一样。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常青，那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潘伟森。不会吧？就算潘伟森再不喜欢常青这个女儿，可是被绑的还有他的宝贝儿子。此时金瑞已经想好了应对办法，他让助理用1晚上的时间打听到了丁雅琴的下落，然后故意把玉龙被绑架的事告诉了他。好，现在只能靠他来替我试探潘伟森了。丁雅琴得知儿子被绑架了，疯了般的回来让潘伟森把儿子还给自己，并且警告他，在儿子没有回来之前，他休想把珍珍娶进门。珍珍看到他们闹得不可开交，心里暗自窃喜，故意走出来刺激丁雅琴，让他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丁雅琴对他厌恶到了极点，直接和他厮打在一起。潘伟森见状赶忙推开丁雅琴，这一行为彻底把丁雅琴激怒了。潘伟森，你说儿子被绑和你有没有关系？玉龙是我的亲骨肉，我一定会让他平平安安的回来的。丁雅琴听信了他的话，表示自己会一直在家里等着儿子回来，结果却无意间听到潘伟森和珍珍的对话，得知是珍珍怂恿潘伟森绑架了自己儿子。丁雅琴彻底怒了，要跟珍珍拼命。潘伟森让他不要闹了，说儿子一定会没事的，要是被外人知道了，不光会害了儿子，自己的一生也毁了。董事长在女友的怂恿下，派人绑架了他的亲生儿子和继女，利用儿子降低自己的嫌疑，好顺势除掉继女。常青在和绑匪争执中，发现绑匪耳朵上戴的东西是父亲过生日时自己送给他的礼物，瞬间明白了一切。潘伟森，他可以如此不择手段、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他本来打算自己偷偷逃出去，但又不忍把玉龙独自留在这里。再怎么说，他只是个孩子，不能因为痛恨潘伟森置他于不顾。与此同时，潘伟森为了不让大家起疑，让绑匪录了一段儿子求救的音频。金瑞从录音里隐约听到了房屋爆破的声音，似乎想到了什么。此时常青趁绑匪不注意，背着玉龙仓皇而逃，结果还是被绑匪逮住了。为了救玉龙，常青被绑匪的刀割伤。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金瑞赶了过来，成功制服了绑匪，但自己也受了伤。医院里，金瑞一醒来就坐着轮椅来看望常青，看着脸色苍白的常青，满眼都是心疼。我真是个傻子，竟做赔本生意。一年四季都被你占了，自己还感觉一副吃了大亏的样子。金瑞，你可真当得起劲。见常青还有心情和自己开玩笑，金瑞终于放下心来。另一边，玉龙虽然平安回来了，但是因为受到了惊吓，精神状态很差。丁雅琴认为这一切都是珍珍害的，要不是她怂恿潘伟森，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伟森，你要相信我。伟森，你快送医院！快送医院！潘伟森把珍珍送到了医院，并且告诉护士自己会请人照顾她，以后她的事情不要再找自己了。而他说的话被珍珍听得一清二楚，他不能就这样被抛弃，还没有彻底击垮丁雅琴呢。于是假装说起梦话，说自己真的很爱潘伟森。就这样，珍珍成功得到了潘伟森的信任。潘伟森出于内疚，决定好好对他。潘伟森刚走出病房，就遇到了常青，立马表现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说这就是他与自己作对的后果。现在知道痛了吧？拜你所赐，所有的痛我都会铭记在心。金瑞不想看到常青再受到伤害，终于鼓起勇气向他表白。
希望他能跟自己交往，这样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帮他，合力扳倒潘伟森。我建议你把这当成一种游戏，一场可以让你打赢潘伟森的大戏。可是，在长青心里只是把他当作朋友。回到家，他看着父母的照片，心里无比痛苦。他不想利用金瑞达到自己的目的，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第二天，他刚来到公司，金瑞就告诉他：长青，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可以当作没听到。金瑞，我答应跟你交往。这句话男人等了太久了，可女孩接下来说的话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或者说是为了你手上的股权。即便他知道对方在利用自己，也不在乎，表示自己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我有信心，你迟早会爱上我的。而长青之所以答应和金瑞交往，是为了和金瑞联手，把害死自己父母的潘伟森赶出公司。潘伟森得知两人要订婚了，心里惴惴不安。看来长青是铁了心要和自己对抗到底。很快，长青和金瑞就举办了订婚宴。潘伟森虽然有100个不愿意，但他毕竟还是长青名义上的父亲，只能硬着头皮去参加，还要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有了金瑞的帮助，长青在董事会上大杀四方，董事们纷纷站在他这边，不让潘伟森参加公司重要项目。我赞成把潘董事长排除在这个计划之外。会议结束后，潘伟森气急败坏的要给长青一个教训，结果却被金瑞反过来教训了一顿。潘伟森不知道的是，更大的麻烦还在等着他。他的女友真真为了替死去的孩子报仇，找到长青，告诉他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说丁雅琴被潘伟森关在了家里，好像让他交出什么录音。长青知道这个录音对潘伟森一定很重要，于是来到丁雅琴所住的酒店，说自己是丁雅琴的朋友，向保安索要钥匙。保安听后准备打电话过去证实。长青见状，立马哭哭啼啼地指责保安欺负他，无奈保安只好将钥匙给了他。长青进入房间，成功找到了丁雅琴藏起来的录音，原来里面是潘伟森害死长青亲生父亲的证据。董事会上，长青当众揭穿了潘伟森的真面目。文件都找到了，很好。电中车祸那一笔，我会一起汇到你账户上。潘伟森狡辩说这是栽赃，这段录音什么都不能证明。再说自己也没有理由害死欧海洋。长青本想说出欧叔叔是自己的父亲，可一想到这样会毁了父母的名声，到嘴的话又收了回来。金瑞站出来表示，潘总近期太多的负面新闻，让公司遭受很大的损失，提议罢免他的董事长职务。董事们纷纷举手赞同。失去一切的潘伟森自然不甘心，既然长青不让他好过，那就别怪他心狠手辣。于是让一直帮自己干坏事的郭潇去除掉长青。好在金瑞及时赶到。虽然计划没有成功，但潘伟森还是接到了郭潇的电话，让他尽快把钱给自己。潘伟森知道这将是个无底洞，更何况郭潇手上有自己的把柄，于是决定斩草除根。可他万万不会想到，女友真真并非真心对他，接近他只是为自己死去的孩子报仇，而他却毫不避讳地把计划告诉了真真。很快，长青就收到了真真发的消息。潘伟森约了郭潇，明天晚上在郊区的建设工地5号楼楼顶见面。潘伟森见到郭潇后，一把将他从高处推了下去。等郭潇醒来，得知是金瑞和长青救了自己。金瑞告诉他，潘伟森那个人心狠手辣，肯定会再次对他下毒手，而他现在唯一能救自己的办法，就是去投案自首，指证潘伟森。长青向他保证，一定会替他照顾好他的家人。与此同时，潘伟森回到家，准备拿钱跑路，结果打开保险箱，发现里面的钱全没了，只有真真留下的一封信。潘伟森，有人指证你指使他绑架杀人，请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最终，潘伟森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佳慧知道现在已经指望不上父亲了，一切都得靠自己，才会拿着财产转让书，让父亲把财产转到自己名下。哪知父亲眼里只有儿子，一分钱都不愿意留给他。佳慧没想到父亲会这么狠心，对父亲充满了怨恨。而当他回家把父亲的想法告诉母亲后，母亲竟然和父亲一样，一心只想着儿子，这让他很失望。这天，玉龙不小心摔倒，磕到了头。丁雅琴看到儿子受伤了，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告诉他，孩子的血小板数量非常低，孩子的血型比较罕见，是 RH 呈阴性的 O 型血。妈妈是 B 型血，爸爸是 AB 型，玉龙怎么会是 O 型？佳慧发现玉龙并非父亲的亲生儿子，立马心生一计。你好，我找一下潘伟森，他儿子失血过多，现在在医院，需要他赶紧过来输血。好的，谢谢你。男人焦急地赶到医院，要为失血过多的儿子输血。前妻吓得赶忙阻止。他血型不符。请问你什么血型？我是 AB 型。医生在了解他的血型后，表示他不能给病人输血，让女人尽快把孩子的父亲找过来。
潘伟森这才意识到自己被丁雅琴骗了，气愤地质问丁雅琴到底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他的助理出现在了医院。潘董事长，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此刻潘伟森终于明白了一切，原来自己被最信任的2个人给耍了。他想要和助理拼命，奈何现在已没有了自由身。你们为什么要夺走我的儿子？那是我唯一的儿子。而让他更加不会想到的是，今天的一切正是他唯一的女儿佳慧精心布的局，目的就是得到他所有的财产。佳慧从医生口中得知，父亲发生脑溢血，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看着病床上昏迷的父亲，他不但没有一点愧疚之心，还决定实施接下来的计划。等父亲醒来后，他便拿着财产转让书，强迫父亲在上面签字。即便潘伟森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佳慧这一个血亲了，他也不愿意签字，因为他把钱看得比命都要重要。佳慧见他不同意，只得强行让他在财产转让书上盖上了手印。潘伟森作恶多端，到头来一无所有，只能说是自作自受。佳慧回到家，把财产转让书拿给母亲看，母亲大吃一惊：“你爸他真的答应你了？他有的选择。”母亲心里很清楚，那天潘伟森突然出现在医院，一定是佳慧叫来的，不就是想揭穿玉龙不是潘伟森的儿子，独吞潘伟森的财产，自己养了20多年的女儿，如今变得六亲不认，他很心寒。没过多久，佳慧就用潘伟森的财产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沈长清斗争到底，彻底搞垮沈氏集团。第二件事便是从长清手里把金瑞抢过来。我不但要得到金瑞，我还要得到沈氏。沈长清，你等着瞧吧。新晋宇看到男神和女友幸福的在一起，心里极度的要命。为了让2人分开，他立马拿起手机给男神的母亲发去短信。母亲得知儿子为了一个女人搬到了破旧的小区，气愤地找上门。在你没有出现之前，他们父子的感情不知道有多好，都是因为你，现在几乎翻脸了。但金瑞为了帮沈氏渡过难关，本打算抛售自己在父亲公司的股票，却被父亲阻止，并且冻结了他在公司的资产和股份。没办法，金瑞只好拿个人资产抵押。我怎么能够用你的钱呢？这个时候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就公司要紧的。长青很感动，不知该怎么报答金瑞对自己的好。直到这天，他从朋友口中得知，几年前自己出车祸，是金瑞救的自己，整个人都傻了。没想到金瑞为自己付出的一切，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晚上他回到住处，看到金瑞在楼下，询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把房子抵押之后，现在跟你一样是租房一族，而且我是住在你的对面。金瑞带长青去参观自己的房间，长青看着桌子上堆满了外卖，内疚不已，于是带着金瑞去超市购买了食材，然后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金瑞一边吃一边夸赞好吃，看着他开心的像个孩子，长青心里暖暖的，这也许就是自己想要的幸福吧。饭后，长青在厨房洗碗，金瑞跑来从背后抱住他。这一刻，长青终于放下了顾虑，接受了金瑞。然而一直爱着金瑞的佳慧，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弃？为了让2人分开，他便故意在金母面前煽风点火。佳慧以为有了金母的反对，自己就能顺利和金瑞在一起，殊不知坏事做多了，终有一天要被揭穿的。这天，佳慧约见合作伙伴，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搞垮沈氏。被一旁的金母听到，为了确定他到底想干什么，金母便跟着他来到洗手间。我告诉你，化学天剂是你找来的，也是你放进去的，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那些东西。金母没想到他这么有心机，为了彻底断了他对自己儿子的念想，于是把他约到家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他所做的事，让他以后不要再纠缠金瑞。就算自己不喜欢长青，他这种品行卑劣的人也休想嫁入金家。说着便要给儿子打电话，揭穿他丑恶的嘴脸。你干什么？你不要我伯母！金鸡女为了隐瞒自己的罪行，在与知道一切的伯母争执中，不小心将他推倒，撞到了桌角。看到伯母昏迷了过去，他决定把这一切嫁祸给别人。接着他拿起伯母的手机，给他未来儿媳长青发去短信，约他到家里来，然后把短信删掉。做完这一切，他便给伯父打去电话。金伯父，我是佳慧，我刚才给伯母打电话，听到里面有争吵声，接着电话就打不通了，我担心伯母会不会出什么事啊。很快长青就赶了过来，一进门就看到金母躺在地上，赶忙跑去查看，却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掉在了地上。就在这时，金父赶了回来。你对我太太做了什么？做什么了你？长青焦急地解释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是伯母发信息让我来的。金父听后立马拿起妻子的手机查看，可里面什么都没有。而佳慧则在一旁用力地踩住长青的手机，等到长青想用手机证明清白时，屏幕已经被佳慧踩碎了。随后几人将金母送到医院，
金父担心妻子的安危，生气地打了长青一巴掌。这时金瑞赶了过来，爸，你怎么动手打人呢？你问他。我接到伯母的电话，谁知道一开门就看见沈长青把伯母按在地上，伯母昏迷不醒，头上还流着血。佳慧本想添油加醋污蔑长青，哪知却被金瑞发现了端倪。他肯定是相信长青的，但为了让佳慧露出马脚，只得选择伤害长青。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谁。长青，你先走吧。接下来他每天都会去酒吧买醉，给佳慧接近自己的机会。佳慧不放心他一个人，在他喝醉后把他送回家，结果被长青看到。长青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没想到自己和金瑞的感情这么不堪一击。第二天一早，佳慧特意为金瑞熬了鸡汤，金瑞没有拒绝他对自己的好，这让佳慧心里特别开心，也放下了戒备。就这样，金瑞成功听到他和手下算计长青公司的事情。接着金瑞故意带着佳慧去看母亲，佳慧心虚的不行，但为了给金瑞留个好印象，只得强装镇定的鼓励金母一定要好起来。这时金瑞发现母亲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医生检查后告诉他们，病人意识是清醒的，刚才手指动了，说明病情慢慢在好转。佳慧在一旁站立不安，实在待不下去了，于是借口有事离开了病房。老天保佑，千万不要让他醒过来，千万不要。